小骚货，他晚上在外面晃悠，是准备勾引谁呀？别乱说话呀！我这人从小嘴巴就毒，说过的坏话都会应验。要是再不小心碰到我，那可就遭老罪喽！你把老子当傻逼吗？我刘龙3岁偷鸡，5岁杀狗，西街吃霸王餐，东街收保护费，老子的命比他妈石头还硬啊！老子牛逼！与其说这些鬼话来骗我，不如好好伺候我。老子爽了，指不定还能让你活着回家。唉，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既然你们不听，那就来吧，小宝贝儿。两位不会是傻了吧？这时候不应该是害怕吗？他居然比我们还主动。大哥，我替你先问问。臭婊子！现在把衣服脱了，爬过来。我们大哥。你这么饥渴，那你就别当男人了吧。你是从哪个神经病跑出来的傻子啊？这个时候还说大话，还让我不当男人。老子现在就能知道什么叫做滴出去。3、2、1。这什么球？老爷子！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我嘴巴很灵的，你怎么没听呢？耳朵进苍蝇了。我好像进苍蝇。嘿，小心看路啊！别苍蝇没出来又摔倒了哈！这什么情况？乌鸦嘴！哎，你倒是挺聪明的呀！我确实是乌鸦嘴。说吧，你想要个什么惩罚？我可是很灵的哟。妈的，老子还不信，哪有那么傻？给我按住他！老子倒要看看，是你他妈嘴硬，还是老子拳头硬？我尼玛！刚夸完你俩聪明，怎么就没记住那句碰了我跟倒霉的话呢？你说说这，哎，以后可不要再干这样的事情了哟。哎，喂，哎。我叫江穗，从小就有一张乌鸦嘴，好的不灵，坏的灵。给你吃。男人碰我一下必定倒霉。我曾去找大师算过，大师说我命格特殊，只有天选之人才能扛得住我这毁坏力。你还是自己起来吧。正因如此，从小到大没有哪个人敢欺负我，但我也因此从来没碰过男人。天杀的！我一个20几岁的花季少女，每天只能通过手机屏幕触摸男人的腹肌，甚至还不敢过多的评价。这种清汤寡水的事真是过够了，好想谈恋爱呀！干啥呀？闺女，大
给你找了个不怕被你克的男人。所以，你口中的不怕我克男人是个植物人？怎么样，闺女，你爸我是不是很机智？他可不是一般的植物人，裴玉，海城生计的传奇，25岁就带领裴家走向了巅峰，年轻有为又好看，这辈子要是能嫁给他，咱们江家也算是祖坟母亲呀。但他是个植物人啊，而且他不是已经结婚了吗？嗨，这不没结成吗？听说结婚前夕，新娘逃婚去国外了。裴家作为海城的首富，一口吐沫一口钉儿，这不事儿架在这儿了吗？所以你就让你的亲闺女去给别人订婚？江大海，别说话，别说话，别说话！要嫁你嫁，我才不要一个什么都做不到的男人。哎，闺女，你就是小赛吧？果然是个漂亮孩子啊！我是阿玉的母亲，很高兴你能来这一趟。看看他小赛啊，我们家的情况，阿姨也不想瞒你。阿玉她出了车祸，重伤昏迷，之前跟她联姻的对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跑了。现在如果婚礼推迟，对裴家肯定是会有影响的，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你。如果你愿意留下来，彩礼什么的随便提，我们一定会尽力满足。阿玉呢是个好孩子，她要是以后醒了，肯定会善待你的。阿姨，愿不愿意倒是其次，主要我命格特殊，我怕。帮忙把少爷的被子掀开。阿玉从小就很自律，以前没出事的时候一直有健身的习惯，到现在这身材保持的也还不错。来，我带你来感受一下。不要！我靠，这小子命真硬！闺女，他没死。真的没事儿？难道植物人免疫？还是说他就是天选之子？不管是啥，这触感也太棒了吧！这皮肤，这肌肉，这线条，想了20多年，原来触摸男人是这种感觉呀！天哪，从都没摸过这么好的，要是天天摸，我们得起飞了。医生说了，阿玉呢开始昏迷，想要功能失智治疗。如果你实在是不愿意的话，我们也不会勉强你。不愿意，妈，我1000、10000个愿意。不过现在就一个问题，结婚后我能每天都抱着他睡吗？你们是夫妻啊，只要你不嫌弃，当然可以。啥也别说了，妈，给你抠一个。好孩子，既然我们是一家人了，有些事还是得告诉你啊。裴家是海城首富，我们2房原本因为有阿玉，风光无限，但现在自从阿玉出事以后，其他2房就不断的打压我们，甚至要逼我们交出手里的股份。哦，不过你不要怕，只要有我们在，绝对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的。哎呀！
裴勇，你来干什么？听说你们给我那废物表哥找了个替婚的，我这个做弟弟的，当然要来道个喜啊！哟，这就是新娘子，长得不错嘛，怎么想不开要嫁给个棺材板呢？裴勇，你放尊重点，还是你不要扫。啊，伯母，别那么古板嘛。俗话说，好吃不过饺子，好玩不过嫂子。我哥都这样了，让嫂子守活寡，多可怜啊！不如有我代劳，也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啊！当初阿玉没少报复你们三房，如今她病了，你们不思感恩也就算了，还来落井下石。小穗是我的儿媳妇，你再敢胡说八道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洗洗吧，伯母，那都是老黄历了。你儿子现在就是个废人，你们二房也快完了。再说了，你怎么知道嫂子不想让我步呢？裴勇，你无耻！表弟是吧？啊，找不到哪儿，来，我让你。啊，小穗，你怎么能？亲家，这是。这就对了吗？嫂子是个明白人，跟那个活死人有什么前途？来，表弟怀里暖和。这么迫不及待，表弟的私生活是不是特别混乱？这可不行，当心脏病爆发，屁股开花。臭娘们儿，你咒谁呢？今天老子就要当着你植物人老公的面玩死你！少爷，你的裤裆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赶紧送我去医院啊！刚那女人还说少爷脏病爆发，现在少爷下面流血了，莫非真被那女人说中了？听说脏病传染，我不敢碰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你们一个个都想死吗？快来扶我啊！臭娘们儿，你给我等着！裴爷已经废了，股东大会明天召开，等老子坐上董事长的位置，我要你们二房都跪在我面前！小穗，小穗，对不起，妈刚才还以为是妈错怪你了。你是想守护这个家，才故意教训他的，对不对？你看看你这孩子怎么那么傻呀？万一他真的对你做了什么，可怎么办？嗨，妈，您这就见外了。我现在嫁进来就是裴家的人了。那个裴勇嘴巴那么臭，还想欺负咱们家，我可不能管着。齐家母，你放心，我闺女这命主，阎王爷见了她都得躲着走。小穗这孩子有心了，只是裴勇虽然走了，但是他临走之前说的话没错，明天的股东大会才是真正的鬼门关呐。阿玉如今现在这个样子，根本无法出席。那些个股东早就被这个三房给收买了。如果阿玉不能出现，维持局面，董事长的位置肯定保不住。一旦让这个三房掌权，他们肯定是要听到阿玉的医药费的，甚至要把我们给赶出去啊！赶出去啊！不行，绝对不行！要是被赶出去，谁给我老公付特护病房的钱啊？我的8块腹肌，我的鸡皮手感，我的精神食粮。我去。什么？明天的股东大会，我替裴玉去，我是他老婆，合法的。小穗啊，心意叔叔领了，
但是商场如战场，那些股东啊，他们都是一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千年狐狸啊！你一个刚过门的小姑娘，又不懂得经营，你去了只会被他们羞辱，搞不好还会给你设套啊！是啊，小穗，这太危险了。那个裴勇指不定给你安排了天罗地网，不行，绝对不行的。秦家公，秦家公，实不相瞒啊，要论做生意，我闺女可能不行；要论搞人，说句不谦虚的话，整个海城，我闺女称第二，没人敢称第一。我也不瞒你们，我闺女有一张乌鸦嘴，好的一概不灵，坏的一说一个准儿，而且她还号称男人毁灭机，只要是男人碰了她，必须倒霉。20多年了，你们家裴玉是第一个能扛得住她祸害的。好，死马当做活马医。明天叔叔跟你一起去，就算是豁出我这条老命，我也要护你周全。爸，不用你护我，明天我去给他上一课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要先去收一下保护费。看来我的毁坏力真的对他没用，那我就可以放心的为所欲为了。这张脸好帅，好像我呀！裴先生，我现在要摸你的脸，我可是很尊重人权。你要是不同意，就眨眨眼，或者尖叫。我数3声哈，3、2、1，默认就是疼，好软，好嫩，好白，老公，好帅呀！接下来我要检查你的腹肌健康状况，同样，不同意请出声。3、2、1，这手感值了23年的寡美白手，我江某人也是吃上好的了。最后一项，让我来照顾一下你爷爷的爱人。老公，我可是很专业的。阿弥陀佛，此生无憾了。哇哦！虽然我俩结婚是个意外，但是你是我活了20多年里唯一能碰的男人。你叫5星，我俩就是天生一对儿，钦佩、绝配、天钦佩。哪怕你醒来后可能不接受我，但你放心，只要我能摸你腹肌1天，我就替裴家守1天。我们是等价交换，属于你的东西，谁也别想拿走。我是江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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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江穗。趁你还没醒，我多收点保护费呀。二房的那群废物，我已经是丧家之犬了，还敢跳墙咬人！老子身体现在还不舒服。老少，您放心吧，裴玉总如今请了植物人，我们现在都将医护。是啊，一会儿投票表决新董事，我们肯定都投你。等老子当上了董事长，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裴玉那个废人丢出去，再让他娶的那个土包子跪在我面前。表弟，嘴巴这么毒，医这么快就好了？你个泼妇！这可是高层会议，谁让你进来的？裴总，你这就有点过分。今天是决定公司未来的重要会议，你这个黄毛丫头来做什么？就是，裴氏集团什么时候成为家庭奴隶片的片场的？简直是胡闹嘛！
小穗是阿玉的合法妻子，阿玉在昏迷期间，她有权带你出席。行了，不想听你扯这些没用。这些人在也好，刚好让他看看你们二房这没的。各位，裴玉昏迷不醒，医生已经确定变成了植物人。为了集团的发展，我们必须推选一位新董事长。现在开始表决，同意我裴友担任新一任董事长的，请举手。老张、老刘，你们当年阿玉是怎么提拔你们的？他在位的时候带你们赚了多少钱？现在他才刚刚倒下，你们就这么迫不及待的反咬一口？老裴啊，做生意讲究的是利益，不是情怀。裴总确实厉害，但他现在废了。是啊，裴总他都倒了，难道让我们陪他一起倒吗？何况阿勇少爷言情有为，未见得比裴总差了。阿婆，你都可以清楚，这是人心所归啊！是苍蝇文史吧？骂谁呢？一个仗势欺人、不学无术的草包富二代，一群见风使舵、过河拆桥的墙头草，不是苍蝇文史是什么？你个贱人！这里是裴氏，不是你家。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对于你们这种人，不需要干净。今天我把我的话放在这儿，有我在，裴氏的董事长换不了。你真的是要笑死我了！你不让，你有什么人们不让啊？没权没势的土包子，还是他裴玉的地下奸娘啊！江穗，你不会真的觉得你嫁给了那个废物，你就是裴氏的董事长夫人吧？那倒也没那么自恋，只是我答应了裴玉，要帮他守护好裴氏集团，不让某些狗趁虚而入。嘴巴厉害没用，上次在裴家那是意外，你以为现在在这里，我还能让你为所欲为？来人，给我好好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土包子，让他知道这个家谁说了算。是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小穗是我们家的儿媳妇，是现任董事长夫人，你们要对她动手吗？裴玉已经是个醒不过来的植物人了，裴氏的现任董事长马上就是我了，还愣着干嘛？动手！我是江穗，我是江穗，我是江穗，我是江穗。任务完成，这种程度的车祸不死也废了。裴总啊，裴总，要怪就怪你命太好了。江穗，江穗，我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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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江穗。醒了，妈妈不会是做梦吧？你真的醒了？妈，我昏迷多久了？公司怎么样？已经3个月了。哎呀，3个月以来发生了太多事情。你原本要结婚的对象薇薇她逃婚了，我们没有办法，只能给你临时找了个替婚的。哦，那个。她叫江穗，是个很好的姑娘。生意还没醒，我多收点保护费。我是江穗，我是江穗，我是江穗，我是江穗。原来是他，妈，他人呢？跟你爸去公司了。你出事以后，3房就一直打压我们，现在逼我们交出股份，拥护裴友为新董事长的地步了。小穗说他会替我们守住裴氏，也不知道现在他怎么样了。妈，公司那些股东都是老狐狸。我过来，我们去公司。好，我给你去叫司机啊。妈，准备个轮椅。有的人还不希望我这么快好。还愣着干嘛？放手！小穗，一会儿我来拦住他们，你赶紧跑，我一定尽全力保护你的安全。爸，你放心，能够让我不安全的人，还
还没出生呢。我马上要说一些不好听的话了，给你们5秒钟，不想死的赶紧滚出去，否则一会儿发生什么，我可不敢保证哦。神经病！行吧，既然你们这么喜欢他，那可得当心，别打到自己人呀。哼！啊！看吧，我就说让你们小心点吧。弄死他！这么多人，室内奔跑可是很容易发生踩踏事故的，一定要小心点哦。站住！一群小垃圾，姐的洪荒之力岂是你们能挡住的？怎么回事？大师怎么都应验了？这娘们就是个乌鸦嘴！不仅是乌鸦嘴，我的身上还有很多惊喜。来呀，表弟，你给我来啊！你这个疯子！保镖，保镖呢？哎，弟弟别跑啊，让嫂子来摸摸你。各位墙头草们，把眼睛擦亮了吗？这就是你们选的新股东，被我一个弱女子追得像狗一样，这种货色带你们去要饭都吃不上热乎的。你给我闭嘴！你信不信我？哟呵，你还敢威胁我？你信不信了没有？奶奶，你终于来了！你再不来，这个疯女人，她要杀了我呀！放肆！这里是裴氏集团的会议室，不是菜市场，吵吵闹闹的，成何体统？妈，您怎么来了？今天这事儿是裴勇他逼人太甚了。给我闭嘴！没用的东西，连一个儿媳妇都管教不好，裴家的脸都被你们二房丢尽了。老太太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是裴勇先抢我老公的位置，还要扬言弄死我，这可是正当防卫。老二，就算你想找个冲喜的，也要找个安分的。像这种没规矩的野丫头，也配进我们裴家的门？你小穗，少说2句。妈，她一直对阿玉有成见。为什么？裴玉那么优秀，不是带飞了整个裴氏吗？就是因为太优秀又太正直了。当年妈她无端责骂家里的保姆，甚至还动手打人，阿玉实在看不下去，便当众指责了她，说她仗势欺人，没有长辈的风范。从那之后，妈就记恨上了阿玉，说咱们二房都是一些养不熟的白眼狼，不懂得讨她的欢心。哦，原来是个老糊涂，喜欢听谗言，不喜欢听真话。既然大家都在，我就把话挑明了。裴玉那个短命鬼，他是醒不过来了。那这董事长的位置，自然该由小勇来做。小勇虽然年轻，但他听话教实，比那个只会顶撞长辈的裴玉要强上1万倍。至于你这个扫把星、糊里糊涂的乡下丫头，根本不配进我们裴家的大门。今天我就以裴家长辈的身份替裴玉休了你。妈，您不能这样啊！小穗是阿玉明媒正娶的妻子，而且她也没有做错什么。大佬公司没规没矩，哪一天不够把他赶出去的？老二，我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立刻让这个野丫头滚蛋，跟我们裴家断绝一切关系；要么你就把那份股份转让协议给签了，我也许还能大发慈悲，让他留下来给裴玉端屎端尿。妈，股份我可以给，但是小穗是一个好孩子，阿玉现在这样，身边不能没有人照顾。只要您不让小穗走，不把阿玉赶出医院，我签。爸，不许签！小穗，爸没用，hold不住家业，但爸要 hold 得住你和阿玉的命啊！大伯，早这样不就好了吗？快签！
那也不行，我答应过裴玉要守护好裴氏的，签了以后可怎么抹他夫妻？好你个没规矩的野丫头！今天我就替你的家人好好教训教训你。这么不分青红皂白的偏心，那就别怪我咒你。人形抱枕活了！你在干什么？你怎么醒了？怎么，我醒了，奶奶不开心吗？我好歹也是你亲孙子，难道奶奶希望我当一辈子的植物人吗？你什么态度？从小就没规没矩的，现在生了场大病还是这样子，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。那奶奶趁我昏迷的时候，把我的股份强行转移给三房，还当众打人，讲的是什么规矩？大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跟奶奶说话呢？啊！把你的股份转给三房，那是为了公司着想。你之前昏迷了，就是个活死人，迟早你不能醒来，总不能为了你让整个公司陪葬吧？你呀你呀！至于打人，他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蛮横无理，冒犯长辈，奶奶教训他是他的荣幸。而且你也看不上这种活事。你干什么？你竟然为了这个野丫头打你的亲表弟！你这样子，就算你醒了，我也不会同意你担任董事长。更何况你现在还坐在轮椅上，怎么车祸把腿撞瘸了？妈，阿玉她只是……奶奶说的没错，我车祸撞伤了腿，目前只能在轮椅上生活。意思是从植物人变成残废了？那这样子就更应该把董事长的位置让给小勇。我们裴家可是海城首富，董事长如果形象太差，可是会让人笑话的哦。老太太，你这人嘴巴怎么这么毒啊？你是什么？小穗，你别……妈，没事，我实在是忍得12指肠都疼了，让我去吧。老太太，我说你倚老卖老，明明都是你的孙子，一个大病未愈，你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，全是打压。一个顽劣不堪、胸无大志，明明就是一个废物，你却把他当个宝。我说你这样的人，走路可得要小心点，别闪着腰崴了脚。好你死丫头，今天我一定要……来，你闭上嘴！这你丫头就是个乌鸦嘴！你娶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女人进门，你这是咒死奶奶吗？气死我了，真是气死我了！裴玉，今天你要不跟这个野丫头离婚，以后你就别叫我奶奶。由于我病尚未痊愈，行动不便，因此我已卸任董事长之职。我的妻子江穗将成为我的代理董事长。我勒个去！裴玉，你听你在说什么？把公司交给个土包子，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呀？裴总，我们裴氏可是海神首富，交到这么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女人手里，跟自寻死路有什么区别？是啊，裴总，你就算对这里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，你也不要这样意气用事啊！我裴玉从不意气用事。你们若是有不服的，那可以去投奔别人，但我把话放在这儿，一次不忠，终身不义。裴玉，你是要把我给气死吗？你爷爷把裴氏交给你，就是让你这么糟践的吗？当年爷爷把裴氏交给我的时候，濒临破产，是我一个人把他盘活带到现在这个位置，还有你们，都是我扶持出来。现在我不方便，想把公司交给我信任的人，有错吗？而且我觉得他会做的比裴勇更好。
你清醒点儿，我没学过做生意，你把公司交给我，我会搞破产的。听到了吗，裴玉？算这野丫头还有点自知之明，一个连报表都看不懂的乡下丫头，你让她代理董事长，你是腿瘸了，老子也傻了吗？大哥，你这叫色厉治昏！你为了个破鞋，连老子的戒都不要了吗？第一，江穗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不是你口中的破鞋。第二，公司是我盘活的，我有权决定交给谁，但他不配。那奶奶，在你眼里，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配当董事长？当然是出身高贵、有幸福力的人。那各位股东们，你们觉得什么是幸福力呢？裴总，大道理咱不懂，但是一个好的领导者，得把下面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，这就是幸福力。好啊，说得好。那我就告诉你，为什么我觉得江穗她有这个能力。在我昏迷期间，公司动荡，裴勇虎视眈眈。江穗一个从未接触过商战的女孩子，为了守住我的位置，不惜得罪所有人，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抵挡裴勇的保镖。他不是在为了收那几个钱，他是在把裴家的事情当成命去护着。他对我的忠诚，就是他最大的格局。他敢于在绝境中站出来的勇气，就是他最强的手腕。我试问在座各位，如果你们倒下，你们的妻子能做到像他一样，不畏强权、不图回报的守住你们的家业吗？他竟然这么看我明明只是为了摸他腹肌啊，不对，我是为了正义。但这男人说话的样子也太帅了吧！江穗，我知道你没学过，但我相信，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，让我们一起把裴氏打理好，打烂那些看不起女人的脸。从小到大，因为体质的原因，所有男人都对我避之不及，甚至连我爸都没有对我这么好过。原来，这就是被人信任的感觉。干了！裴玉，你敢把几千亿的身家压在我身上，我江穗就算是豁出去这条命，也一定不会让你输。老太太，你听好了。这个代理董事长当定了，我不仅要当，我还要当的让你们无路可走。好你个不知死活的野丫头！裴玉，既然你非要作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我作为裴家最高长辈，我可以给你们个机会，但是我有条件。1个月，我只给你们1个月的时间。如果江穗不能让裴氏本季度的销售额翻倍，裴玉你就必须立刻卸任董事长，并且永远滚出裴家，所有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小勇。销售额翻倍，小穗他是初学者呀，这怎么能做得到呢？妈呀，你这是把我们往死里逼呀！奶奶英明，裴玉啊，你都听到了吧？要是你输了，不仅你的位置是我的，我还让你们二房在裴家都待不下去。好，我们签这就行。怎么答应的这么快，翻倍呀？那可是白花花的钱啊！怕什么？我们一起，一定能做到。裴玉，1个月后我等着来收裴氏，记得收好东西，到时候别怪我不宴请我们的赖孙情谊。
个数学都学不会的人，看这些都是要我老母。时间紧，任务重。你手上这些资料都是裴氏近些年的资料，虽然我会在背后帮你，但是你自己也要多少了解一些。让你卷进我们裴氏的纷争，确实很抱歉。嗨，说这些干啥？后面是我自己答应的，关你的事。但确实是因为我才把你卷进来的。这样吧，为了表示歉意，我可以给你一些补偿。你想要什么？补偿？什么都可以吗？只要我能做到，什么都可以。好，那今天晚上我在浴室等你啊。浴室？对呀，我要在浴室帮你检查一下身体，就像你婚礼时候的那样。记得要自己脱光光哦。裴总，要是让我帮你脱，那可是另外的价钱。真是白给你了。小穗啊，妈给你热了牛奶。小穗不在。他说要给我检查身体，让我去浴室等他。哎呀，臭小子，小穗是要和你圆房啊！不过你这腿能行吗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妈懂，年轻人脸皮薄。不过这个事儿光躺着肯定不行，你得主动点儿。就算这个腿不方便，手和嘴总能用吧？情绪价值，要提供情绪价值。只是想帮我检查个身体。死直男，人家只是不好意思直说，你连这个都不懂啊？那你真的该要去检查一下了。不过你这个样子，缺点东西。等着，妈帮你捯饬捯饬。这是你爸当年送给我的，现在传给你，戴上这个，保证小穗离不开眼。妈，这不合适。听妈的，想让媳妇儿对你死心塌地，就得学会展示男士魅力。加油！加油！记住啊，眼神要欲拒还迎，这姿态呢要放松中带点紧迫感。小穗肯定是这一套。抱歉，这种事情本来应该是我主动的，但是你放心啊，我一定全力配合你。没事儿，你是植物人的时候我都检查过，更何况现在。我的妈呀！这是妈准备的啊，她说你会喜欢。喜欢，简直太喜欢了！裴总，老来了。江穗，虽然我们结婚是意外，但我从来不觉得那是将就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既然你闯进了我的世界，
我就没打算放你走。不是假装吗？你趁我怀疑的时候把我吃干抹净，怎么不说不好呀？没有你不陪你，继续。电话来了。你最好有什么正事儿，说。裴总，出事了！王张前3家同时宣布要终止所有的合作，且一定要停了。我马上过来。裴总，王钱张3家同时发来解约函，并冻结了所有联合账户，我们的现金流撑不过48小时。这3个人商量好呢？这么急？裴勇老贵。他们本就为离世，在您昏迷期间，裴勇私下许了巨额回扣，还威胁说裴氏二房马上就要倒盘，跟着他们没前途。这明显是裴勇在股东大会后的报复。这个阴险小人，我现在就去给他点教训。不用，裴勇搞了这么大一件事儿，肯定迫不及待的要过来炫耀，去准备一下。你的合伙商来看你了，裴总，听说您好了，我们特意过来看你。各位这么晚还来登门拜访，恐怕不只是看看我这么简单吧？裴总，既然您开门见山了，咱们也就不绕弯子了。其实我们这次来就是来解约的。裴氏在你手上这几年确实风光，可是现在您这身体，再加上今天在股东大会上你整的那一出，让这个底细不明、满身土气的丫头片子掌权，这不是让我们这些合作伙伴的命运往火坑里推吗？裴总啊，我钱某人呢只看数字。这裴氏的股价从你宣布代理董事长那一刻就开始波动，我们几家合约加起来每年触及几十亿的流水，你觉得我会放心交给这么一个只会撒泼打滚的小姑娘吗？怪不得要解除合约呢，原来跟裴勇一样，都是狗眼看人低的主。哟，这就是那个代理董事长。嘿，这身材真润啊，这腰，这气质，裴总，你真是好眼光啊！只可惜你现在就是个残废，这么好的妞，你保得住吗？裴玉，不要跟狗讲人话。你们3个是铁了心要跟裴勇这坨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跟我们毁约吗？说谁呢？你呢？周小姐，话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啊！我们都是生意人，择良木而栖，跟着现在的裴氏，迟早得完蛋。这解约函今天必须得签了。还有更难听的，我保证说出来之后，跟你们现在的态度180度大转变，跪下来求我，跟我继续合作。求你？小姑娘，你怕是没搞清楚状况吧？现在是我们不要裴氏，裴氏马上就要垮了。我看你呀，不如趁早跟了哥哥我。裴总能给你，我也能给。裴总给不了，我更是会让你爽到飞。张大发，你给我放尊重点。裴总，你别急呀，我这是在教你的新娘子怎么说话呢。张总，我看你印堂发黑，下盘虚浮，怪像是有血光之灾，要小心点。5秒之内
说不定会见血哟。血光之灾，你说的没错，今天一定会流血，但那人不是我，而是你。张总，你说现在见血的人是谁呀？说什么就发生什么。别上，不要怕，这水晶能掉下来，绝对是偶然，臭蛋味儿！少给我在装神弄鬼，老子不怕这些。哼，我钱我认，这辈子只信钱，只要我的血液含钱，赔是连情链就给我断。钱总是吧？那你这么爱钱，我就祝你。我替我夫人祝，祝你引以为傲的几十亿身家，在1分钟之内化为泡影。这事给我说才灵。 1分钟，裴总，我记得你当年也是不信鬼神，这怎么被车撞了之后傻了啊？神神叨叨。喂，说，钱总，崩了，全崩了！我们的种草股遭到了不明资金的毁灭性狙击，直接跌停。海外账户因为涉嫌违规被司法冻结了，我们破产了。破产了？这不可能啊！破产了？我是不信神佛，但我信我夫人。你敢得罪她，你就注定没有好下场。 阿弥陀佛，神迹啊！这是神迹啊！王总，哎呦，差点就把您给忘了。您说你这么信佛，却干些背信弃义、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你觉得佛祖会怎么惩罚你啊？裴夫人，神女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别乱说话，我不解约了。 追加1个亿，不，追加10个亿！求你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吧！裴夫人，都怪我不是人，请你恕我沈通吧。我的股份1半都赠送给裴氏，我追加。裴夫人，我保证以后您让我往东，我绝对不往西。王总，钱总，你们干什么呀？别把你骗了！关你吧！你真放么信？要不是你，我们怎么会得罪金口玉言的孙女呀？小周啊，既然他们3位这么有诚意，就重新签份合同吧。对了，追加1条，若再有反心，不仅破产，还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哟。啊，去，我们马上去。怎么样，首战大捷，我是不是很厉害？我夫人，天下第1厉害。过话说回来，那个钱总跟王总，我话都没说出口，怎么就变倒霉了呢？难道我的乌鸦嘴已经发展成心里想就能兑现了？夫人，哪是你乌鸦嘴，是裴总在背后帮你。什么意思啊？裴总用尽人脉，提前断了钱总的财路，又在王总的佛珠上斗了手脚，这才让他们误以为是你带给他们的惩罚。小周，你别多嘴啊，没什么事儿，你先走吧。我还以为是我的体质爆发，没想到是你在背后一直默默守着我。谏言说多了总归不好，我不想你那样，我也不想让你孤军奋战。裴月，
你是我长这么大第一个对我这么好的人。江穗，我知道你体质特殊，这些年你过得肯定很不容易，但你放心，你的体质对我没用，你可以随时随地的接近我。很喜欢。干嘛呀？搞这么善不说这些了，下一步怎么办？距离跟你奶奶对赌的业绩翻倍，我们还差好多呢。刚惩罚完坏人，我们当然是要招揽好人啊！你还记得我给你看的那些人的资料吗？记得，都是公司的股东，查看资料好像实力都不弱哎。但是他们不是裴勇的人吗？准确的说，是我借给裴勇的人。当年我跟三房的关系闹得还没有那么僵，裴勇不争气，把手底下的产业打理得一塌糊涂。奶奶施压让我帮帮他，我就把那些资源匀给了他。现在裴勇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，我也没必要念旧情。你是说挖人？可是现在裴氏集团的代理董事长是我，他们不会服我的，而且裴勇也会从中作梗。谁说的？你这个董事长做得很好，他们不会多言。至于裴勇那边，你就更不用担心了。明天裴氏慈善晚会，裴勇和奶奶还有那些股东都会去，到时候你跟妈先去，我去取点东西，取一些能够让三房彻底身败名裂的东西。装瘸这么久，就是为了让你们放松警惕，好利于我调查。裴勇啊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听说了吗？裴总新娶的夫人根本不懂经商之道，裴总还让她坐上了董事长的位置。你们说话，我听说这媳妇人邪门的很，一看十分浓烈。本来王总、张总、钱总受封的要去检阅，没想到出来并没检成。现在王总啊，哪有那么邪乎？一个小家小户的土包子，要不是裴总昏迷赶上好时候，你们看看吧，过不了多久，那黄脸婆就会被休的。这就是裴总的夫人，长得真漂亮，怪不得裴总会喜欢她。别说，这气势也真有点当家主，还有一董事长的态度。山鸡就算插上凤凰毛，也改不了骨子里的穷酸味。再贵的衣服也遮不住他那股子没见过世面的小家子气。可是这娘们儿真的很邪门，我昨天晚上又在她手上了。这是最后一次了，我已经调查过了。这个死丫头天生一张乌鸦嘴，好的不灵，坏的灵，所以才那么邪门。只要把她的嘴堵住，她就是个废物。这么说，我们可以对付她了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把这阵子受的憋屈全部讨回来。一会儿你去确认一下裴玉那个残废去哪儿了。今晚的慈善晚宴，我要让这个贱人彻底滚出裴家。没事儿。各位晚上好，欢迎大家莅临裴氏集团的慈善晚会，我是江穗。目前暂代裴氏集团董事长一职。裴氏近期经历了一些变动，但请大家相信，裴氏的根基从未动摇，未来只会更加辉煌。姚总，你也说了，你是代理董事长，这慈善晚宴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的正牌董事长在哪呢？莫不是残废了？不好意思见人吧？啊！表弟这话说的，我先生正在处理昨天晚上新增的几十亿投资协议，款项增多需要点时间清理，毕竟一晚上多了这么多钱，是个人都会很烦恼。放屁！
我们裴家向来注重礼节，小勇是家中的男丁，一个女人怎么能这么跟他说话？这么没有教养，简直是太让人笑话了！还不赶紧滚下来给我敬茶！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分男尊女卑，这才是真正的笑话。我不赞同这个想法，这茶我也不想敬。妈，小穗她不会做这些，我替她向您敬茶吧。娶了个没规矩的儿媳妇，你也变得没规矩了。这里哪里有你说话的份儿？给我跪下！妈，快起来，不要跪！小穗，今天是慈善晚宴，来了这么多宾客，家丑不可外扬，事情闹大了，不好看。可是你什么都没有做错，明明是他。是我什么？我是裴家最高位的长辈，她的婆婆教训一下她，难道不应该吗？张穗，你如此刁蛮无脸，那也是她教导无方的错。既然你不肯敬茶，那就让你的婆婆替你受罚吧，自行家法。等你的好媳妇什么时候懂礼仪，给我敬茶了，你就什么时候起。妈，怎么？我叫不动你了，还是你也想造反？我错了，妈，我错了，妈，你快起来，不要这样。小穗，奶奶本来就对我们二房有意见，让她发泄出来，以后就不会难为你了。妈，看到了吗，臭丫头，这就是忤逆我的代价。我要是不开口，你妈她就不敢起来。虽然很想咒死这个老太婆，但妈的顾虑也对。裴玉还没到，要是因为我的乌鸦嘴把动静闹大，不好收场。算了，再忍一下。够了，我给你敬茶，但你放过我妈，给你敬。小穗，不要。妈，没事儿。奶奶，请喝茶。凉了，重新倒。请喝茶。这比水还寡淡的东西也能称之为茶？换！最后一次，你要是再存心刁难，就别怪我六亲不认了。喝茶。这么烫，你是想烫死我吗？做事笨就笨叫的。小穗，你受伤了，走，妈妈带你去医院。妈，我没事儿，忍不了了。原本我是看在慈善晚会和你是培育奶奶的份上，不想把事情弄得太难看，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，对我和我妈苦苦相逼，根本没有帮到家人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用念这点情分了。我，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儿子吗？
还想像以前一样用你这张乌鸦嘴诅咒我们？你以为我没调查过你？你这张嘴固然厉害，但我把你这张臭嘴堵住，你又能有什么办法？妈，都是我的错，你想怎么惩罚我都行。忘了小穗吧，他是好孩子啊，他怎么说也是小月的妻子啊，妈。以前是，但现在就不一定了。都进来吧。一个没家世、没教养的土包子，裴玉看上的也就是你这张脸。要是当着这么多股东的面，你让这些男人给侵犯了，他还不知道裴玉留不留得下你在他身边。妈，我求求你了，小穗是个好孩子，你求你放过他，我求你了，妈。老夫人，消消气，你这样不妥吧？裴夫人毕竟是裴氏的代理董事长，万一要是裴总知道的话，恐怕……是啊，老夫人，年轻人不懂事，略施小计处罚一下就算了，没必要闹得这么大。都给我住嘴！这小贱人天生乌鸦嘴，就是个个性，不给他点教训，迟早克死我们裴家上下。而且，我是裴玉的奶奶，再说他现在又不在，不知道。就说他知道了，又能怎么样？他就是一个瘸子，难道你们还指望他撑起裴氏？再敢多说半句，就都给我滚！很想说话，等会儿他们糟蹋完你，我就把你的舌头割掉，这辈子就别想开口。行了，动手吧。想弄死我，可惜他调查的不仔细，不知道我除了乌鸦嘴，还有克男人的体质。老太婆，你做的这么绝，那就别怪我加倍奉还。你们就别指望裴玉能救你，他一个瘸子，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。你呀，就好好的享受吧。谁敢动我夫人一根汗毛，要他的命！裴总，你的腿不是受伤了吗？什么时候好的？不是，还不快管想死啊！这个贼怎么站起来了？你受伤了？谁弄的？我没事，快去看看妈。妈，快送我妈去医院！是他自己撞坏的，不关我们的事。裴玉，你的腿什么时候好了？你怎么不派人通知我一下？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奶奶吗？对不起，让你受伤是我来晚了。裴玉，我在跟你说话呢。就算你好了，我也是你奶奶，公司30%的股份仍然在我和三凡手里，裴家不是你一个说了算。二哥，你太过分了！为了个臭娘们，居然连奶奶的话都不回了！你想造反吗？裴玉，你疯了吗？你竟然敢打你的亲表弟！你眼里还有没有裴家的家规？都是为了这个土包子裴玉，你竟然为了这个小贱人忤逆我！我告诉你，只要我活着，我们的对赌协议，就算你赢了，我也不让他进门。不需要你允许我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与裴家不会再有半分关系。你凭什么赶我走？我是裴家的老太君，我是你的亲奶奶。凭什么？就凭他雇凶杀人，试图撞死我。就凭你眼盲心瞎，在背后纵容怂恿，买凶杀人，这什么情况？
难道裴总的车祸跟裴勇小少爷有关？这听着好像还不止，似乎老夫人还知情，甚至在旁边怂恿。你胡说！那是车祸，11万！你为了要赶走我和小勇，你竟然敢诽谤你的亲奶奶了吗？二哥，你不能为守住位置就在这信口开河，有本事你拿出证据！证据？好啊！撞死裴玉，要做的小意外，海城裴氏以后就是我的了。要做就做得干净一点，别给人留下把柄。我的天哪，竟然真的是蓄意谋杀！老夫人居然冷眼旁观杀自己亲孙子，这也太狠毒了！不，这个事情是合成的，是假的。对，你的另外2个同伙已经伏法了，在警察局里等你呢。我故意装群那么久，就是为了给你们留出足够的时间露出狐狸尾。表弟啊，还真没让我失望。裴勇先生，调查到你蓄意谋杀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带走。裴勇先生，调查到你蓄意谋杀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带走。不要！我是没想咒怨，我不能进去。你救救我！你这是最疼我了，你快想办法救救我呀！阿玉啊，裴勇他只是一时糊涂，但他毕竟是你亲表弟啊，看在奶奶的面上，放过他吧。亲兄弟，他想要裴玉命的时候，可没把他当兄弟。老太太，你偏心偏到嗓子眼了，这个时候想起来谈血缘了。就准，跟我孙子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我夫人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，你是非不分，黑白不明，裴家容不下你了，带走吧。裴玉，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。你想不到他，你样样比我优秀，你是商业天才，你是裴家之国大我的，我也是裴家的人，我早就想杀了你了，我想把你碎尸万段，把你头揪。明明是你自己不够优秀，不够努力，还见不得别人优秀。像你这种黑心肝儿东西，对心脏巨坏，迟早有一天会因为心痛。你闭嘴！你帮着我！你个贱人！我的心好疼，这边好像有虫子在啃我的心。带走。阿玉，你真要赶尽杀绝吗？我是你奶奶，你真要敢对我做什么？你这辈子都要背负不孝的骂名。不孝？如果你只是一时糊涂，只单单跟裴勇做了那一件事情，我说不定可以原谅你。但是你伤我母亲，辱我妻子，触犯我的底线，这血缘，裴玉今日亲手斩断。来人，把老夫人送到郊区的封闭式养老院，除了护工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不，裴玉，你这个不孝孙，我可是你亲奶奶。其他事情晚些再聊。现在我要带我的妻子去疗伤。你的腿没坏，怎么不早告诉我？害我白担心了那么久，我都已经做好准备跟一个瘸子过一辈子吗？翠翠，你那么好，如果我是瘸子，怎么配得上你？断腿的事是我不对，我怕瞒不过老宅那边的眼线，所以，夫人，对不起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没怪你，我就是担心。我知道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对不起，想补偿你。又是莫府街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除了莫夫街就没有别的了？难道
我身上没有别的吸引你的地方。别的，夫人，我们还没洞房花烛呢。裴总，公司的核心股东们在外面了，说要见你。对不起，裴总，我没想到，我马上出去。算了，让他们进来吧。裴总，你这招引蛇出洞，简直是海城商业的教科书。看到你身体完全康复，咱们悬着的心也落了地了啊！是啊，裴总，您出色的是什么？寝食难，专长表面，被迫听命于裴老夫人一面，但那都是虚与委蛇的心啊！你是在您二房位置，虚与委蛇吗？怎么？我听人说裴勇当初让你们举手表决废除董事长的时候，各位的手举的倒是挺快呀。哎呀，那都是误会。咱们其实是想看看裴夫人手段。听说裴夫人不仅精明能干，更是金口玉言，可以一己之力保住裴家的脸面。咱们早就想向夫人归降了。裴总，您娶了这样一位神女，真是裴家100年以来最大的福气。对，是。各位老总抬举，我没让裴氏破产也是万幸，但你们这变脸的速度，倒是比我的乌鸦嘴还要灵验几分。夫人，别会开，你说话真幽默，真幽默啊！行了，忠心都表完了吧？说说吧，你们集体围过来，想干什么呀？行了，忠心都表完了吧？说说吧，你们集体围过来，想干什么呀？是这样的，咱方的裴勇已经伏法了，老夫人有涉嫌刑事案件和身体原因已经退役了。这公司的股权架构，咱们是不是也该梳理？是啊，裴总，按照裴氏章程，老夫人手里拿30%股份，因其涉嫌谋害现任董事长，理应收回并归还于您的名下。加上您原本拥有的40%，现在您占股已经达到惊人70%了。这些年，大房裴峰一直在国外发展，国内借他们半分运动。现在老宅您说算，股份又是绝对控股。裴总，从今往后，这海城这裴家就是你一个人天下了。70%倒是不错。既然这样，我是不是可以让我夫人继续出任裴氏的代理董事长啊？裴玉，之前在这个位置是因为你还没好，迫不得已代替你的，但你现在都已经大好了，用不上我了。谁说的？我永远需要你，而且你这个代理董事长做得很好。你们有人反对吗？不敢，裴夫人是女中豪杰，她当董事长，我们真心佩服啊，真心佩服。巾帼不让须眉，裴父，您啊就别推辞了。好，我反对。这。我反对。大房的长子裴峰，他不是5年前变卖残财移居海外了吗？听闻当年大少爷嫌弃裴家是个烂摊子，走得极其干脆，怎么忽然在这个节骨眼上回来？阿爷，好本事啊！5年不见就把爷爷留下来的烂摊子给盘活了，而且还学会了铁血之家，不仅把3房的人连根拔起送进了监狱，接着又把奶奶送进了疗养院。现在整个裴家都是你一个人的天下，真是好美的心肠。大房当年选择了远走高飞，现在裴氏老宅这小家务事就不劳烦大哥费心了。当年裴氏濒临破产，大哥嫌他是块烫手山芋，留下满地狼藉飞去国外逍遥。现在裴氏登临海城首富，大哥，你怎么闻着味儿又回来了？阿月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大哥我可就是要伤心了。我这次回来不是为了你那点股份的，我是为了护送裴家的血脉。毕竟啊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孩子流落在外，认贼作父。裴峰，你乱说什么？我妻子将岁就坐在这，我哪来的孩子？你若是想为此借机生事，我保证你会去国外。我乱说，
进来吧，让大家好好看一看，你肚子里到底怀的是谁的种？这不是周家大小姐周薇薇吗？她不是在结婚前夕悔婚逃去了国外，害得裴总不得不找江小姐替嫁吗？周薇薇，当初逃婚是你的选择，现在还滚回来干什么？裴玉，我没想逃婚，我只是怕我怀了你的孩子，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匹配度99%。确实是海城权威医院的印章，3个月，这时间刚好也对得上。周薇薇，这么可笑的借口都编得出来了。我们虽然有联姻之约，但在此之前，我们只见过2面，话都没说过几句，甚至我连你的手都没碰过。怎么，你能敢硬怀孕呢？穗穗，你听我解释，这绝对是个阴谋。我裴玉一辈子就只有你一个女人，我从来没有碰过她。裴玉，你当然不记得，你出车祸那是植物人的第1晚，我守在病房，医生说你可能永远也醒不过来，陪在2房也可能会因此断后。我当时太爱你了，我怕你因此会留不下血脉，还会趁你没有知觉的时候跟你同了房。后来3房的人开始暗中排挤我，甚至有人暗中威胁要我的命，我怕保不住孩子，还会做出一副要逃婚的假象，躲到国外。我做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你却娶了别的女人。如果不是听说你醒了，如果不是裴峰大哥护送我回来，我这辈子可能都要跟孩子死在他乡了。阿玉啊，薇薇为了保住你的种，受了这么多苦，可你呢，现在却翻脸不认人。她现在肚子里可是怀着裴家的嫡长孙，按照家规，长孙出世可是享有优先继承权的。简直是胡说八道！我当时重伤昏迷，浑身插满了一击。你说你在那样的情景下跟我，周薇薇，你把大家都当傻子吗？张小姐，我知道你才是名正言顺的裴夫人，我也知道你手段了得，连老夫人都栽在你手里。我求求你，我可以不要名分，甚至可以生下孩子就走。可是孩子是无辜的，他是裴玉的亲生骨肉啊！你身为裴总的夫人，难道真的容不下一个孩子吗？这事儿可不好办呐！裴家的血脉如果流落在外，老董事长在天之灵也不安稳。现在证据确凿，孩子就是裴总的，再怎么说裴家也得给孩子一个名分吧？周小姐，你说你怀了裴玉的孩子，还是在他在抢救室生死未卜的时候怀上？那你这不仅仅是深情，简直是神迹呀！江小姐，你可以侮辱我，不能侮辱我这份母爱。是啊，丁梅，我听说你体质特殊，有乌鸦嘴，还克男人，从小到大都没有人敢接近你啊！我想你应该没有体会过被爱的滋味吧？可你也不能因此铁石心肠，剥夺别人的感情，是吧？闭嘴！周小姐，既然你把我调查的这么清楚，还敢来招惹我，怎么不怕我的乌鸦嘴啊？江穗，周薇薇现在肚子里怀的可是裴家未来的继承人，是裴玉的亲生骨肉，你真的要歹毒至此吗？歹不歹毒的都是其次，我这次来确实只是想送他一句祝福。周小姐，做人要有良心，不管你怎么样，我都祝你肚子里的孩子不会受到波及。走了。穗穗，阿弟，你未出生的孩子还在这呢，真不打算跟他交谈吗？阿玉，别走，不要丢下我跟孩子。你说你怀了我的孩子，好啊，那你跟我一起回裴家。
是让我负责吗？穗穗，我本来以为今天就要失去你了，还好。虽然我之前没怎么接触过人，但我看人还是很准的。我相信你不会做出那样的事，更不会做出周薇薇所说的那些事。可是你把周薇薇带回咱们家干嘛？我本来看到她就已经够烦的了，现在还让她在我眼皮子底下生活。你哥把她带回来，说明已经做好了十足的准备。与其把她放在暗处偷偷算计，不如放在我面前。而且有我在，你觉得她能逃出猫住？差点忘了，你这张小嘴。不过你得给我保证，不能因为她影响到我们的感情。你是我这辈子唯一心动过的女人，我也只想跟你在一起。阿玉，阿玉，你在厕所吗？我能进来吗？你进来干什么呀？这不需要你。我听说你身体前几天才恢复，现在肯定有很多地方都不太舒服。我在国外学了护理，想进来帮你搓个澡，缓解一下。阿玉，我们这么久都没有见了，你难道就不想单独跟我说说话吗？嘿。进来吧。阿玉，我不喜欢别人靠我太近，你就站在外面吧。可我还要给你搓澡，在这里，怎么行？这样不就行了？可这样不方便。阿玉，我们都做过那种事儿了，我才是你最亲近的人啊！你就让我进来给你搓澡吧。我都说了，我不喜欢别人靠我太近，你听不懂吗？搓不搓？不搓滚出去！来，我搓，我搓。阿玉，我知道你心里肯定是有我的。谁给你的自信啊？阿玉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家世相配，我才是最懂你的人。江穗那个土包子，除了会耍嘴皮子，哪一点配得上你？他能给你带来什么？他能帮你在上流社会站稳脚跟吗？他能给裴家带来荣耀吗？阿玉，你还记得吗？小时候你爬树从树上摔下来，是我第一个跑去找大人的。你发烧住院，是我天天给你送笔记。我们的情分，是那个半路杀出来的江穗能比的吗？他不过就是趁你昏迷的时候，用了些下作手段上了位。我知道你现在是碍于情面，不好立刻甩了他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我们的孩子生下来，你看见他那种粗鄙的样子，肯定会厌烦。到时候裴家少奶奶就还是我的位置。阿玉，你这胳膊好结实啊！以前我就最喜欢看你锻炼的样子。阿玉，你就真的一点都不想我吗？在国外这几个月，我每天都梦到你，梦到我们在一起的样子，我心跳得好快，摸摸看，都是为了你。谁在里面？江穗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杀我！
心来伺候我老公。我老公不喜欢别人疼他，只好牺牲一下我了。没想到周小姐这么热情，对我的胳膊又摸又靠，还我心跳得好快哦。你们合伙欺负我，江穗太恶毒了！我一个孕妇，你们竟然就这样戏弄我！我要告诉所有人，你们裴家少奶奶是一个心思歹毒、欺负孕妇的傻死女人！欺负孕妇？周薇薇，你要不要听听你刚才自己在说什么？勾引有妇之夫，还当着人家正牌妻子的面骂他是土包子说的下土，到底是谁更恶毒，谁更敢？阿玉，你看看他，他就是这么对我的。我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，你竟然容忍他这样羞辱我！周薇薇，我就从来没有碰过你肚子里怀的是谁的种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今天这场闹剧是你自取其辱。我的妻子只有江穗一个，以前是，现在是，以后永远是。若让我知道，再敢对我妻子有半分，或者在外面听到任何有关诋毁我妻子的谣言，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恶毒。来人啊，把周小姐请回客房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随意走动。是。在我弟弟心里的分量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的王牌是肚子里的孩子，他们可以不认你，但不能不认裴家的血脉。可是江穗那张嘴太邪门了，我今天差点，而且裴玉态度那么坚决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你先沉住气，明天我会召集裴家那些还在海城有分量的长辈，一起去裴家别墅。当着那么多长辈的面，众目睽睽之下，裴玉和江穗再强势，也不敢太过分。血脉的事情，由不得他们不认。你今晚好好休息，明天记得演个下一个。好，峰哥，我都听你的，我一定要让江穗那个贱人好看。放心，我们的计划天衣无缝，明天就是他们二房定土的时候。这什么粥啊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还有这煎蛋太老了，我是孕妇，需要精细饮食。你们裴家就这么对待未来长孙的母亲吗？周小姐，这是厨子按照营养师搭配做的，可能味道清淡了些。你想吃什么？我让厨房重新做。重新做？等你重新做好，我都饿死了。算了，将就吃吧，反正我也不是什么金贵人，比不上某些人非让枝头就真把自己当凤凰啊。至少我这肚子真气，不像某些不下蛋的母鸡，占着窝也没用。周小姐，请你说话注意分寸啊！小穗是我裴家明媒正娶的，是我的儿媳妇，我不许你这么说她。儿媳妇？一个连自己儿子都生不出来的儿媳妇，温姨，你就别在我面前摆婆婆谱了。等我这孩子生下来，以后这裴家谁说了算还不一定呢。你现在对她好，以后可别后悔。周小姐，一大早火气这么旺，看来昨晚没睡好吧？火气大，吃东西可得小心点，别烫了嘴。你咒我？你以为
只是好心提醒，周薇薇，这是我妈裴玉的母亲，这个家的女主人。你一个客人在别人主人家里指手画脚，口出恶言，谁给你这么大胆？小穗，算了吧，我没事，咱不跟阿姨不见识。算了，怎么能算了？芬姨，你就是太软弱，才会被这种乡下丫头骑在头上。我这是在教你该怎么管教儿媳妇，这种不知尊卑的东西就该你敢！我的裙子，小穗，你退我！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薇薇，你人没事吧？肚子里的孩子没事吧？文山媳妇，这就是你教的好儿媳妇，竟然敢对孕妇动手，成高体统。就是啊，太骗货了！早就听说这样是没规矩，今天一见，果然如此。你是怎么当婆婆的，就任由她这么欺负裴家的血脉？大姨奶，二叔公，你们可要为我做主啊！我就只是想喝一碗粥，江穗姐她就说我挑剔，她还咒我烫嘴。我不过就是辩解了2句，她就把粥洒在我身上，还推我。二婶，阿玉她不懂事，怎么连你也？微微肚子里可是阿玉的亲生骨肉，是裴家的长孙啊！是我，是周小姐她。清源，你还在维护她？我们都亲眼看见了，这个江穗不仅乌鸦嘴不吉利，还上肚狠毒。这样的女人怎么能当我们裴家的媳妇儿？没错，我们裴家绝不能容这种女人。阿玉也是，被这女人迷了心窍，连自己的亲奶奶、亲表弟都下狠手，现在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，不孝啊！都给我闭嘴！谁给你们的胆子，在我裴玉的家里侮辱我的妻子，指责我的母亲？阿玉，怎么跟长辈说话的？我们也是为了你好。你看你娶的这个女人，乌鸦嘴，克男人，现在还生不了孩子，还欺负怀了你孩子的微微，这种女人留着迟早是个祸害。就是，阿玉，你不能为了个女人，连祖宗家法、血脉亲情都不顾了。你奶奶、你表弟的事情，我们还没跟你算账呢。家法、亲情，我奶奶和裴勇雇凶杀我的时候，谁讲亲情了？你们今天仗着所谓的长辈身份，对我的妻子、母亲口诛笔伐，讲的又是家法的哪一条啊？大哥，这些人是你请过来的吗？阿玉啊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各位叔伯长辈也是关心裴家的血脉传承，看不过眼才过来的。微微现在肚子里的孩子，总得有个交代的。我裴玉敢做敢当，没做过就是没做过。周微微肚子里的绝对不是我的种，这件事情我有办法证明。证明什么？医院的报告白纸黑字。裴玉，你是不是被这个狐狸精灌了迷魂汤了？连自己的种都不认了？我们裴家没有你这样的不孝子孙。好啊，既然各位觉得我不孝，那看来是我裴玉这些年来给各位房头的生意资源给错了呀。从今天起，所有经由我裴玉或裴氏集团给予各位的便利、合作、分红全部终止。各位好自为之。阿玉，你不能这样，那些合作都是我们几家主要生活来源。就是呀，阿玉，我们也是为了裴家好呀。话可能说重了一点，但是血脉的事可是大事啊。对，阿玉，你不是太冲动了。一家人挺好相恋嘛。雷锋，你快说句话呀！各位长辈这么喜欢操心别人家的事，看来自己的家里一定一团和气，没有任何需要操心的事。那我祝各位家宅安宁，心事散好，千万别哪天一个不小心说了个嘴，把那些自己都不愿回想，更不愿为人知的龌龊事，
都躲不出。你又想干什么？裴峰给了我100万，还答应我事成之后把我的儿子安排进裴氏总部，不然谁愿意淌这趟浑水？还要得罪阿玉。我女婿上个月挪用了公司公款，是裴峰帮我压下来了，他还给我点了8个嫩模，在凯撒皇宫。哎，我也不想的，是我老公在外面养了小三，生了儿子要跟我离婚。裴峰说能帮我拿到裴氏的分红，我就有钱请律师打官司了。我喜欢我女婿，裴峰希望能够帮我制造机会。够了！你们在胡说什么？都给我住口！保安，把他们都请出去，太吵了。走，快走，现在走。阿月，好手段啊！没想到弟妹的本事还能这么有。比不上大哥你啊！为了回来夺权，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都用得出来，就连裴家那些不成器的亲戚都让你利用了个遍。成王败寇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但是微微肚子里的孩子是你二房的血脉，是裴家的长孙。我说了，这孩子不是我的。如果你还不死心，那我们就用科学来说话。明天上午10点，市中心医院，我会请国内最权威的产科、遗传学专家团队，专门给周薇薇做检查，并全程用最先进的仪器进行亲子身份认证，全程公开。好啊，那我就祝二弟你得到你想要的答案。验就验，阿玉，到时候你可别后悔。阿玉，他们答应的这么爽快，是不是有诈呀？那检测报告你放心，假的真不了。他们越是装作胸有成竹，就越容易露出破绽。明天一切就都水落石出了。是啊，清源，相信阿玉和小穗，咱们俩回去休息一下，让他们小两口好好说说话。刚刚没弄伤你吧？没有。委屈你了，今天我们也早点休息去吧。好呀。峰哥，明天就要公开检查了。虽然你说了万无一失，可是我还是怕江穗那个乌鸦嘴会不会又出什么幺蛾子。慌什么？我们的计划，他们绝对想不到。我们用的是从培育的贴身衣物上提取的，通过特殊的技术手段处理过的生物信息，制造成的寿命奖项。现在最先进的孕检、B 超、查血，甚至是胎心，都能验出来。至于亲子鉴定，他们只会得到生物信息高度吻合的结果。江穗的乌鸦嘴，无非就是诅咒，孩子要是不是培育的，就得流产之类的，他怎么知道你肚子里根本就没有孩子？可是，万一他们用更特殊的手段检测呢？我已经打点好了明天参与检查的专家指挥，他会确保明天的流程按照我们的剧本走。明天我会安排全网直播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，裴玉和江子就算再也只能认识孩子。到时候，我们就能以孩子的抚养权和未来继承权，一步一步的拿下裴氏的王权。哎呀，阿玉输就输在太感情用事，太把江穗那个女人当回事了。峰哥，还是你厉害！明天一定要让江穗那个贱人身败名裂。穗穗，对不起，又让你受委屈。我以前没醒的时候，你替我舍弃裴家，吃了那么多苦。现在我醒了，还要让你面对这么多糟心的事。说什么傻话？我们是夫妻，本来就应该共同面对。
而且今天那些所谓的亲戚自己来，挺爽。老家岁数真厉害，不过我还是觉得对不起，想补偿你，什么都可以。补偿？那你先把欠我的敦煌画纸业补上吧。就这个？就这个。你不是说要还利息？我现在来收。好，如你所愿，夫人。今天晚上连本带利，起手。他的长就是，我看老大的脸色不太好啊。裴总，今天公开检查，你是否准备接回送给你的孩子？裴太太，如果孩子真的是裴总的，您会接受吗？裴总，您为了亲婚妻子不认亲生骨肉，是否太冷酷了？裴总，裴总，各位，在科学检测出来之前，任何猜测都是不成立的。我今天来就是为了用最公正的方式理清事实。我和我的妻子相信真相，也请各位等待真相。今天我就是让所有人知道什么叫做真正腐败。拜托各位让一下吧。裴总，设备人员已经就位，检查过程关键流程将在检测时同时直播，检测完后将会由3方专家共同签字。开始吧。今天我就让某人无法抵赖。翠翠，怎么了？裴宇，我好像有点不太舒服，可能空气有点闷，我想去透透气。我陪你去。不用，检查要紧，我去休息室休息一会儿就好。好吗？弟妹这是心虚了吗？管好你自己。阿玉啊，现在结果还没有出来，但是我有些话要说在前头。爷爷在世时曾经说过，裴家的长孙将会是未来裴氏的继承人。现在微微肚子里怀着你的孩子，你应该给孩子一个交代。你想要什么交代？至少把你手上裴氏股份的1半花到孩子的名下。股份分割，1半股份可是天文数字啊！大哥，结果还没出来，你就这么急着要我的股份？不知道的，还以为孩子是你的呢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我只是在为孩子争取他应得的。如果孩子是我的，我自然会负责。所以现在请你闭上嘴等结果。接下来，我们将采用最新技术，直接从孕妇体内提取胎儿生物标记进行基因比对。这项技术的灵敏度极高。准备好了吗？模拟样本就位，开始操作。这是从周女士体内提取的胎儿生物标记样本。匹配度达99.99%，可以确定周女士体内胎儿的生物学父亲就是裴玉。经过严谨检测，基因序列匹配度达到99.9%，可以确定周薇薇女士腹中胎儿的生物学父亲就是裴玉先生。不可能，从来就没有碰过。这数据上确实显示出高度的匹配性。从医学的角度来看，这份报告是有效的。阿玉，白纸黑字科学证据，你还想抵赖吗？阿玉，现在你相信我真的怀了你的孩子？怎么会这样？阿玉，你对得起小穗吗？阿玉，
现在证据已经确凿，这是股权转让协议。现在，把你名下裴氏股份的5%转到孩子名下，签了吧？这些都是你亲孩子的。你怎么不签字吗？你帮我股份了。不签，这份报告有证据，所有专家都已经确认了，你还想耍赖？阿宇，你做那个在孩子的份上，阿宇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等等，等等，江穗，你还想说什么？检查结果都已经出来了。江穗姐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是孩子是无辜的。我只是好奇，周小姐，你说你怀了裴玉的孩子，这才在植物人期间怀上的？是，那天我守着他，也是情难自禁。那你能解释一下，这是什么吗？这就是你所谓的情难自禁。原来是内裤。妈呀！脱条内裤就能怀孕？我只是舍不得洗衣服。这能说明什么？微微只是想照顾阿宇。照顾到需要脱内裤。而且我调查了那之后所有的经过，周薇薇再也没有去过裴玉的病房，所以这个孩子到底是怎么怀上？我只有一种，你根本就没有怀，或者怀的不是裴玉的孩子。江穗，别血口，所有检查报告都在这。既然你这么坚持怀了裴玉的孩子，那我就祝福你。如果你真的怀的是裴玉的孩子，那我祝你们平安。但如果你是用了别的办法假怀孕，或者怀的根本不是裴玉的孩子，江穗，马上就流产了。我的孩子，这是我的孩子。流产，要不要再检查一下，看他到底有没有怀孕？马上给他做全面检查，现在快送他去检查室。不行，微微需要不能移动。北风，你这么派他做检查，是心里有鬼吗？奇怪，没有孕囊。HCG 指标刚才还很正常，现在急剧下降，这个不符合自然流产的规律啊！她根本没有怀孕，这是植入她体内的模拟怀孕的装置。不要拿走，这是我的孩子。周小姐，你根本就没有怀孕，这个装置模拟了胎心胎动，甚至是激素分泌。裴总，裴太太，经过检测，周薇薇女士根本没有怀孕，她腹中植入了高科技装置，模拟了所有的怀孕体征，包括 B 超影像和血液指标。之前的体检报告是人为篡改。高科技造假，是骗局。不可能！微微明讲，北风，还有什么话说？我不知道，我也是被微微搞骗了。疯子，你怎么能这样说？明明都是你让我这么说的。你说想让我分裴玉的股份？你闭嘴！你是疯女人！北风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否则你心里那些肮脏的秘密，总有一天会藏不住。哎呀，江穗，你不要说，是我，所有都是我计划的，是我要祝薇薇假怀孕的，是我买通了王医生，做了假的报告，是我偷了海鲜的监控，提取了生物样本，做了假样本，是我的夺权，是你犯的家产，我要阿房彻底踩在我脚下。大哥还有什么要补充的？一切都是我做的，那又怎样？裴月，
从小到大，你什么都比我强，爷爷心里只有你。他们的公司也是你的。我就是要摧毁你所有的一切。裴峰先生、周薇薇女士，你们涉嫌诈骗、伪造事实证明、侵犯他人权益等多项罪名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江水，是你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的计划早就成功了。你这个乌鸦，你这个祸害！害人终害己。我不会放过你的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不走。江水。谢谢你。我说了，我会帮你守住属于你的一切。好孩子，委屈你了。裴总，裴太太，很抱歉，我们没有及时发现造假。那个装置非常精密，它模拟的怀孕体征基本上可以以假乱真，再加上王医生的篡改数据，这不怪各位，对方处心积虑。最后还是感谢李教授的坚持。裴太太，您是怎么发现破绽的？我只是好奇，周薇薇如果真的和裴玉有过亲密接触，为什么只偷她内裤？而且时间也不对，所以我找王妈陪我去调取了所有的相关监控，又找人查了周薇薇的医疗记录。太太心思缜密。裴总，接下来你会追究裴峰的法律责任吗？裴氏股份你会重新分配吗？法律会给出最公正的判决。至于裴氏集团，这次回去之后，我会大力处分，让那些心怀不轨的人再无希望。裴太太，您的乌鸦嘴这次又立了大功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我只是说了我该说的，真相也许会被淹没一时，但不会永远被埋没。穗穗，怎么了？快让医生看看！我医生看看那个呢？裴太太身体没有大碍，可能是情绪波动太大，加上疲劳导致的头晕，休息一下就好。谢谢医生。我没事儿，就是有点乏力。今天陪你太多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在这陪你。裴玉，刚才裴峰被抓走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好轻松，所有的坏人都得到了惩罚，以后不会再有人害我们了。以后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，不让你再受委屈了。对了，王医生呢？被控制住了，他跟裴峰的交易记录、转账凭证都很清楚，跑不掉。那就好。我困了，睡吧，我在这。文山，我到现在还觉得像做梦一样。裴峰他怎么能这么狠心啊？阿玉可是他的弟弟呀！利益熏心呐，什么亲情都忘了。还好有小穗在，不然今天……对，小穗可真是咱们家的福星啊！等这件事情了结以后，我们一定要好好补偿他。等阿玉和小穗休息好了，咱们一家人好好的吃一顿饭。哦，对了，妈那边，妈在疗养院了，我会把今天的事情都告诉她。至于她怎么想，随她吧。还是家里好呀。唉，累坏了吧？还好，就是最后一下有点头晕，现在已经好多了。医生说呀，你要好好休息。接下来几天我们哪儿都别去，就在家静养。
那你会陪着我吗？当然了，公司的事儿啊，我都安排好了。接下来就专心陪我夫人。那就好。对了，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。什么事儿？你为什么这么相信我？今天这种情况，连医生都拿出了证据，你从头到尾都站在我这边。因为你是江穗，我相信你的为人，我也相信我的判断。而且我的身体我清楚啊，我碰不碰过别人，我自己能不知道吗？谢谢你，裴玉。傻丫头，该说谢谢的是我。今天要不是有你在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收场啊。那我们这算不算互相拯救？是天生一对儿。昨天的事，想必各位都知道了。裴峰跟周薇薇的诈骗行为，不仅是对我个人的侵害，更是对整个裴氏集团声誉的严重损害。裴总，我们已经启动危机公关，现在舆论偏向我们这边，但是股价还是受到了波动，需要时间恢复。裴总，从法律角度，我们可以对裴峰、周薇薇以及涉案的王医生提起多项诉讼，索赔金额会很可观。法律流程按正常程序走。我今天要说的是另一件事。经过这次，我发现裴氏内部监管存在漏洞，一个医生就能轻易地篡改重要检测报告，这很可怕。所以，我决定成立一个独立的内部监察部门，直接对我负责。所有重大决策、重要合作都必须经过多重审核。同时，对各位高管的背景、职业道德进行复查。裴总，这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？小题大做。如果不是我妻子及时发现破绽，今天坐在这儿，可能就是裴峰了。各位，你们觉得他会怎么对你们？好了，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裴氏需要一次彻底的净化，各位有不愿意接受的，现在就可以提出离职。我是小穗，我是小穗，我是小穗。来，小穗，趁热喝，妈炖了一上午。谢谢妈，不用这么麻烦的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你为我们这个家做了这么多，妈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。真好喝。妈，您别说这些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小穗啊，妈有句话一直想问你。您说，你这孩子命格特殊，以前应该受了不少委屈吧？听你爸说，你从小就没什么朋友，男孩子也都躲着你。都过去了，而且现在有裴玉，还有您跟爸，我已经很幸福了。好孩子，以后啊，这里就是你的家，我们就是你的家人。要是谁再敢欺负你，妈第一个不答应。妈，啊，对了，你跟裴玉，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？这个不急吧？妈只是随口问问。不过你们两个感情这么好，早点要孩子那也是好事嘛。哦，你放心，等孩子生下来，妈帮你们带，你们该忙什么忙什么。这个等裴玉回来，我跟他商量商量。啊，好好好，那你们商量，你们商量。
这是什么？打开看看。好漂亮！怎么突然送我这个？庆祝我们打赢了一场硬仗。还有这个，这是穗穗，虽然我们已经结婚了，但是我觉得我一直欠你一个正式的求婚。江穗女士，你愿意正式的成为我的妻子吗？裴玉，你先起来。你先回答我。我愿意，当然愿意。穗穗，我保证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辜负你。 Tell me now how you do it 나의 밤은 너로 가득해 Still me now I wanna be your moon 아직 서툴고 모자라던 걸 잘 알아 妈今天问我什么时候要孩子 손을 내밀어 볼게 你怎么说？我说先跟你商量一下。 穗穗，我想要孩子，很想，但是不是现在？为什么？你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好，而且你的体质会不会对孩子有影响？我查了很多资料，但没有这样的先例，我不愿让你冒这个险。原来你在担心这个。对我来说，你的健康和安全就是最重要的。 孩子的事情，我们慢慢来，不着急。裴月，对我真好。妈，你来干什么？来看我笑话？我今天来，是告诉你昨天发生的事。他们都去了医院，当场就指出了周薇薇肚子里怀的孩子。 根本就是一个假怀孕的装置，他们密谋在一起，策划这样一个假怀孕的事件，目的就是为了让阿玉签署那一份股份转让协议。周薇薇最后也被抓走了。报应，这是报应。妈，现在你明白了吧？阿玉从来就没做错过什么，错的是裴峰，是那些贪心不足的人。 是我错了，是我偏心眼儿，听信谗言，把好好的孙子给逼走了，把裴家搞得乌烟瘴气。妈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您在这儿好好养老，需要什么就跟护工说。 文莎，妈对不起你，对不起阿玉，你替我跟阿玉说声对不起。还有那个江穗，是我冤枉他了。好，妈，我会转告他们的。至于原不原谅，那是他们的事。 你走吧，我没脸求他们原谅，让我一个人静静。裴总，
裴峰对诈骗、伪造证据、侵犯名誉的罪名供认不讳，他坚持所有责任自己承担，把周薇薇摘出去。周薇薇呢？他情绪很不稳定，一直说是被裴峰胁迫的，但从现有证据来看，他是共犯，刑期不会短。按照法律办，该赔的赔，该判的判。另外，王医生那边医疗委员会已经吊销他的执照，他将面临刑事和民事的双重诉讼。还有一件事，裴峰名下的资产以及他在裴氏的股份，按照协议和法律，应该收回。已经在走程序了，大约1周内就能完成所有手续。好，那收回的股份就划到我妻子江穗名下吧。裴总，那是他应得的。如果没有他，这些股份早都落到裴峰手里了。我明白了，我会处理。好。终于都结束了。小穗啊，你多吃点儿。哎呦，你看你都瘦了。妈，够了，我碗都装不下了。清源啊，让孩子自己吃。哎，对了，爸妈，有件事儿我得跟你们说一下。什么事儿？裴峰的股份不是收回来了吗？我打算转到穗穗名下。裴玉，这不行，这是裴氏的股份，我……哎呀，你听我说，这次如果不是你，这些股份早就没了。况且我们是夫妻，我的本来就是你的。你为裴氏做了这么多，这是你应得的。阿玉说的对啊，小穗啊，你就收下吧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不必要分得那么清楚。是啊，小穗，就当是阿玉啊给你的聘礼。虽然迟了点儿，可是我不会管理公司。不用担心，我会教你。况且你现在作为裴氏的副董事长，手上肯定有点实权才行。副董事长？我什么时候？我刚任命的，董事会已经通过了。你怎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？跟你商量，你肯定推脱，这样最好，板上钉钉。裴玉，你也太霸道了吧！好了，来吃饭。张董，这是本周的行程安排。下午3点有个品牌战略会议，4点呢要和营销部碰头，晚上7点有个慈善晚宴，需要您和裴总一起出席。这么多？裴总交代了，如果您觉得累，可以减少一些。不用，既然做就要做好，把会议资料给我看看。好的。没想到我也能有今天。怎么样？还习惯吗？有点紧张，怕做不好。别担心，有我在，而且我很相信你的能力，你比很多专业的人都聪明。你就会哄我。我说真的，下午的会我陪你去啊。你不是还有别的会吗？都推了，没有什么比陪我夫人更重要的事。那晚上的慈善晚宴唱什么比较好？我已经让人送了好几套礼服过来了，选你喜欢的。我的江董一定是今晚全场的焦点。那就是裴太太比电视上还漂亮。他说现在已经是裴氏的副董事长了，厉害呀！裴总真是好福气，娶到这么能干的太太。裴总、裴太太，恭喜啊！这次的事情裴氏处理得很漂亮。多谢张总了，还是多亏了我太太机智。
裴太太巾帼不让须眉，希望有机会能再次合作。张总客气了，我们也很期待。有请裴氏集团董事长裴玉先生上台。各位，今晚是慈善晚宴，本不应谈私事，但我想借此机会，正式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妻子，江穗女士。她不仅仅是我的妻子，更是我的战友，我的知己。如果没有她，就没有今天的我，也没有裴氏的今天。从今往后，裴氏将由我们2人共同执掌，希望各位能像支持我一样支持她。握紧了心扉，只剩下残废，想放弃再重来。风尘里拉住了我，是你。谢谢大家，我会努力，不会辜负裴玉的信任，也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。江穗，裴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应该在监狱？是我应该在监狱，这都是你害的。要不是你，我早就成功了。是你自己走错了，怪不得。闭嘴！你这乌鸦嘴！今天就让你彻底闭嘴！去死吧！爸妈，我还不想死，我还有好多事情没做。翠翠，你醒了。医生，医生！奇迹啊！从3楼摔下来，只有轻微脑震荡和几处擦伤。裴太太，您真是太幸运了。小穗，你这样怎么了？没事就好啊，没事就好啊。裴风呢？已经被抓回去了。这次他不会再有任何机会出来了。裴玉，我怎么了？你哪不舒服？我的嘴好像不灵了。什么意思？以前我一说话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，现在没有了。今天会下雨，可能是脑震荡导致的暂时性功能失调，也可能是心理因素。裴太太，您还需要进一步检查。不用了，这样挺好。翠翠，以前没有爱的人也不在乎，但现在有你们，我不想再伤害任何人。现在这样普通的样子挺好的。傻孩子，不管你有没有那种能力，你都是我的江穗，以后我保护你。裴月，有的时候我在想，要是我没有失去那个能力，现在会怎么样？怎么样都无所谓啊，我爱的是你，又不是你那种能力。可是那样我就没办法保护你了。江穗，我不需要你用那种方式保护我。你的智慧，你的勇气，你的善良，
才是真正保护我的方式。而且，现在该我保护你了。裴月，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。我也是。